近期来，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忠实的马前卒，跟着美国的脚步，不断对中国进行干扰和打压，听取美国的意见，对中国进行无端的经济制裁。只可惜他们似乎还不明白，美国只是把他们当成了一颗棋子，并且已经出卖了澳大利亚。但这丝毫不影响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偏见看法，和美军联合军演向中国示威。不过正所谓有来必有往，你想来给中国下马威，我们自然也不能闲着。上周，澳大利亚媒体表示，解放军的2艘军舰逼近了澳大利亚附近的海域，其位置正是在澳大利亚护身军刀军事演习的附近。为此，有媒体就大肆渲染中国军舰是在监视此次的军事演习任务，而被澳媒所指的这2艘军舰正是中国的海王星号和天王星号侦察船。但因为军舰在国际海域内航行，这使得澳军和美军束手无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中国军舰来去自如。在媒体报道此次事件之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还无奈地表示，中国的军舰没有违反国际法。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澳大利亚记者却来讨说法来了。据《环球时报》相关消息报道，29日在我国国防部例行的记者会上，有澳大利亚记者公开质问，此前在澳美加等国举行护身军刀军事演练的时候，澳大利亚海军发现解放军的2艘侦察船出现在了澳大利亚海域，对澳大利亚的行动造成了干扰。澳方及国防部对此密切关注，希望能给出解释。有相关分析人士，澳大利亚记者这样的问题不仅显现出了记者本身的愚昧，还显现出了澳大利亚国防部的无知。我们的军舰在国际海域上航行，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用回答都可以知道答案了。澳大利亚跟着美国的脚步，融入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队伍当中，所以说这也正是证明了自由航行并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独有的特权，你们可以做的，我们中国也可以做。对此，我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当即给出了回应。澳方所指的中国军舰出现澳方海域本身就是公海海域，因此中国军舰在此航行，一来没有违反国际法，二来没有违反国际自由航行，所以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希望澳方能够尊重中国依国际法具有的权利。的确如此，西方国家在经过我国无数次的劝导后，还是无端的进入我国海域，所以说现在中国的态度已经变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印度专家向来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比方说，之前有印度专家曾表示，中国的扶贫政策比打仗还好用，因为中国的扶贫已经威胁到了印度的国防。他们认为，随着中印边境地区的中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会笼络印度的人心，最终会导致大批印度人做出投奔中国的举动。似乎为了能对抗中国，印度这些专家总能想出各种新奇的主意。最近，随着印度陆续接收从法国购买的阵风战机，又有印度专家出来表态了，希望印度能够尽快研发5代机，不然未来将无法与中国空军相抗衡。据欧亚时报8月1号报道，随着中国空军5代机歼20的大量服役，印度空军未来将难以与中国空军相抗衡。虽然印度从法国斥巨资购入了先进阵风战机，但是阵风毕竟是4代半战机，很难与中国的5代机相抗衡，所以印度必须尽快研发自己的5代机与中国相抗衡。印度退役空军少将阿育王大学和金德尔大学客座教授苏博拉曼宁表示，由于环境的不同，印度在边境地区机场数量要多于中国，这导致了在边境地区印度战机的数量要多于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歼20的存在，再加上中国优异的雷达、电子战以及防空导弹系统，印度空军在中印地区反而处于劣势。所以苏博拉曼宁给印度出了个主意，他呼吁印度要加速 AMCA 计划，用于抵消中国在隐身战机方面的优势，并同时加强印度的对空防空能力，这样才能在和中国空军的对抗中不落下风。AMCA 是印度的下一代战机计划，据说印度方面还在这一计划中采用了部分6代机技术。据印度有关人士透露，印度希望在2025年完成 AMCA 的首飞实验，并在2027年至2030年量产服役。印度空军参谋长巴达里亚上将之前表示，印度空军希望在2032年前获得120架 AMCA 战机。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不说 AMCA 了，花费几十年时间研制的光辉战机都还没有玩明白，就开始5代机甚至6代机的研制计划，还大言不惭地宣布要在2025年完成首飞，这步子迈的也太大了吧？以印度目前的技术能力，能造出来吗？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纯粹浪费资源的馊主意。不过，印度专家向来会爆出各种惊人的言语，大家都见怪不怪了。以印度目前的国防工业能力，
维护高端武器都已经很困难了，想要弯道超车，学习中国自主建造5代机甚至6代机，这简直就是白日做梦。奉劝印度所谓的专家不要再出些馊主意了，与其一味地想着制造新武器与中国进行对抗，还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发展国内工业基础上面。想要学习独立自主研发5代机，强大的国防工业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正是通过数十年稳步发展，才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而不是靠专家空喊口号和吹牛完成的。所以印度应该学习中国，而不是和中国搞对抗，和中国和平共处才是印度正确的道路。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对中国和俄罗斯不断打压和制裁，他们公开将中国和俄罗斯比作是美国目前为止面临的最大挑战。拜登前2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称，普京已经走投无路，但是身为战斗民族的普京可不愿意惯着你那臭毛病。据环球时报相关消息报道，根据普京在之前做出的决定，俄罗斯对美国的制裁将从8月1号开始实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不得在俄雇佣俄罗斯公民，并且必须解除已签署的182名俄罗斯公民及其数十名的外交使团合约。据报道，8月1号在此禁令执行的情况下，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无奈之下宣布，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全部工作已经停止。有分析认为，美国凭借着自己超级大国身份在全球横行霸道，但是这一次是真的遇到硬茬了。作为世界第1核武器大国的俄罗斯可不怕你美国有多强，毕竟俄罗斯是靠着核武力说话的。普京之前就放话，如果俄罗斯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也没有存在的意义。而对于这样的强硬态度，美国自然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美国国务卿近日也出来低头认错了。据观察者网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驻俄罗斯大使馆官网上面发表公告表示，美国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制裁表示遗憾，但是这不会影响到合作关系。美国将继续寻求和俄罗斯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布林肯称，美国将按照俄罗斯的要求，解除与莫斯科等地的182名雇员以及外交设施的承包商的合约。他还称，尽管美国对俄罗斯这样的制裁方式深表遗憾，但是依然会履行要求，并且继续履行承诺，寻求与俄罗斯可靠稳定的合作关系。如此看来，美国是一个吃硬不吃软的国家。如果你一再的劝阻，他们只会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只有用实际行动，才能让美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掐住他们的软肋的时候，就会立马服软。我们有时候确实是得学习和借鉴一下俄罗斯的一些做法，因为他们能知道怎样的语言才是美国喜欢听和听得懂的语言。我们一再的对美国警告和劝阻，但是美国根本不把我们的劝告放在心上，反而是变本加厉，对中国加重了干扰的手段。所以我们也应该敢于亮剑，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明白中国是不好惹的。据参考消息网的报道，在面对中国这位新任大使的时候，美方非但没有展现出友好的态度，还二话不说就给了一个下马威。我大使才刚到美国，拜登却变脸了。下马威可以说是接踵而来。除了在杜特尔特在美访场的承诺下恢复了双方的军事防务合作，同时美国的亲台政客还猛打擦边球，促使众议院通过了2022财年国务院对外行动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需要知道的是，拜登对于中美关系的态度在上述的拨款法案中可以说是接近明牌。该法案中掺杂了很多微小但却十分重要的细节，其中最典型的一条就是不允许任何美国官方部门参与制造台湾地区归属中国的地图。那么这条细节里包含了美国人的多少私心呢？首先必须要知道的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之一，这是世界公认的公理。但是美国方面的一些人却置若罔闻，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干涉别国的内政，殊不知别的国家早就对此深恶痛绝。同时这也反映出了美国的利益在这些美国政治家的心目中是最高的，其他国家的统一与否与他们自己无关。从这些政客的嘴脸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多年来的傲慢的本性从未改变过。然而中国的崛起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继续保持着他们的傲慢，所以他们必须采取措施遏制中国的发展，制裁中国，以维持他们对世界人民的掠夺。去年1年，美国增加了10万亿美钞，导致美元大规模贬值。但是由于美元是国际大宗货物结算货币，
各国都有大量的储备，这直接造成的损失没有由美国人自己承担，反而落到各个国家头上。要知道，这些损失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为之付出了辛劳，他们辛苦创造财富，还没来得及取得成果，就直接被美国收割了。当前，美国已经成为了盘踞在世界各国身上的一条吸血虫。但是，我国驻美大使吕欣急遭亲台美政客下马威的行为，这直接触犯到了我国的红线。拜登应该明白，这次事件所涉及不仅仅是利益，未来与我国可能因台海问题所发生的冲突，是否会将美国再次拖入一场没有什么胜算的战争，取决于拜登对其国内无良政客的态度。为此，也有观点认为，我国就不该向美派驻大使，中美关系是对等的。既然美国没人来，那我们就不应该去。